大家好，今天是8月17号。昨天狗狗币跟 CHJ 涨幅还是最亮的仔啊。我们手上现有的仓位，短线最近就这两个品种肉吃的相对多一点啊。但是比特币跟以太坊最近是没有肉吃哦。今天视频就来讨论一下昨天提到的那个观点。比特币是很接近斐波那契数列21的时间窗口，今天晚上又是美联储会议纪要在2点的时候要公布，主力到底会不会做变盘的动作，再送多方的肉给我们，或者是再跟大家聊一下那一个哈根阿西指标，绿 K 线都已经放了不知道多少根了，很多人还是在空方的思维，那这个指标到底要怎么来应用，等下要来跟大家探讨，不然狗狗币买点再给大家。前面在 0.076 的时候，希望没有买的朋友你一定要配置这个狗狗币。现在是上来的话，如果是还是没有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再去观察 0.0814 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或者是它上涨的目标到底要怎么来判断，等下来跟大家探讨。CHJ 不给买点了，如果是中线或者短线的朋友，你尽量去观察，它现在是涨高，所以不要再去追了，尽量去观察，整理的时候不要破这个 0.19。 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啊，像 BNOK 返佣永久 20%。 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昨天一根大涨是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我前面不是讲了好几天了，这一波上涨的目标我看这个上影线的高点，5月13号的这个高点啊，它这个上影线就是在挑战这一根暴跌带大量，大长 K 的 K 线一半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开盘价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压力区，所以这一波目标还是不变啊，只是短线它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遇到压力了，就这个影线是一个压力区哦。今天开始缩量，那如果没有上车的朋友，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你再去观察一下这个 0.0814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看是不是在这边要这里，因为既然虚拟量跟昨天不同啊，昨天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虚拟量非常的大，超过这边的一个量，所以昨天前天一直在跟大家讲，你尽量去观察 0.076， 现在如果是有或者前面低点有买的话，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我个人是抱未来。那如果你是短线的话，你在这边可以在这个区间里面做高抛低吸啊，就类似这个柴犬币也是一样嘛，已经讲了几天嘛，柴犬币其实就类似这一根啊，就类似这个区间，你观察一下，就类似这个区间，柴犬币还是在149。那狗狗币这一个 0.0814 这个位置怎么判断啊？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不是收盘价嘛？收盘价就是一个支撑区啊。那这一根 K 线开盘价也是一个支撑区啊。横过去这个位置是开始崩，这个上影线为什么过不去？这个上影线为什么过不去？因为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开盘拉过去，就是在 0.0814 啊，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反正短期就观察吧，你如果要在这个位置再做的话，止损设好。反正大致狗狗币思路就是这样子嘛，这个三角形的形态往上去突破，你去观察吧，有可能高点就是在这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我已经讲了几天，我不一定会买啊，反正抱长一点嘛，因为比特币现在趋势就是往上的。这个哈根阿西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次啊，这么简单的指标不敢用，还有很多人是在空方的思维，从这个位置就开始转折。当然我们是在这边底部抄底的，其实你在这个位置转折的时候，尽量要站在多方啊，压回就是多点，压回就是多点。这个指标其实你可以把 K 线全部隐藏起来，就是看到它放绿 K 的时候你去买，或者是像这种位置放绿 K 的时候你去买，万一是跌破的话，止损你设好就行了嘛。像这种位置，当然我前面在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下跌还没有到位，它要走一个 ABC 啊，或者大长线要走一个大长的 ABC。那像这种位置，就算你看到绿 K 放出来的时候，你做错你止损设好不就行吗？做对的话有可能就是一大波啊。像这种位置绿 K 放出来，做对就是一大波啊，做对就是一大波，做错你止损设好，做错你止损设好，还有这么大的空间送给你啊。这么好的一个指标，哈根阿西像这种位置一个大长波啊，这种都是不知道多少的利润在里面啊，就类似这样子嘛。有人用这个指标可以把 K 线全部隐藏起来都可以啊。那现在的位置我们观察一下，
它已经是来到这个哈根阿喜附近，可能就是时间已经是非常的接近哦。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提到这么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面是存在时间的序列，1、2、3、4、5、6、7、8根转折，1、2、3、4、5、6、7、8，第8根转折，而且都是有重大的消息。这个是美国在加息，它不跌。那这个位置是美国 CPI 大转折上去。那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是要公布哦，今天晚上2点的时候是要公布。当然，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守一守，尽量去观察一下美联储的那一些委员他们的一些措辞是不是还是很强硬，就是9月22号的时候，美国那边是不是要继续加息？当然，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加息的一个上升期嘛。反正我的观点不变啊，既然前面的很多位置给大家猜中，有可能就是加息不跌，或者是美国 CPI 见顶啊，它都是利用时间很巧妙的位置来转折，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如果从这个高点开始算，今天19根啊，明天是20根，是很接近斐波那契数列的21根，而且是有重要的事件，不排除这一次高点压回主力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再往上去啊。那另外4个小时我们来观察一下，前面有跟大家聊到的几个空方的量，这边是一个空方吞噬、空方吞没，下方是有量，那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量，高点的时候，你以后看到这种就是一波上升到高位的时候，如果爆出这种空方的量，你再去看是不是要减，或者是要去做短线的空单。现在是有没有看到多方的量啊？前面这一根是有，但是它位置破也破不下去，一直收在这个区间。那不排除今天晚上看一下会不会变盘，因为现在的位置是什么情况？我们看一下整个区间里面多方的量能是在这一根啊。这是1个小时的多方量，所以前面是跟大家讲，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包括我给的多单建议还是在 23.2K， 包括这个 Vegas 也可以观察一下。Vegas 是金叉的结构，你尽量不要去做空吧，目前还是上升的结构。至于比特币下一步上涨的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啊？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聊过一个观点，你去看黄金比例从这个 48K 到这个接近 18K 附近嘛，它这一波上涨的 0.38， 看一下会不会去挑战 0.38， 会不会来到这个区间。如果下一步能挑战29000，那有可能整个大的形态这个矩形，如果29000下一步能挑战，这个矩形下方全部都是空方陷阱，因为以太坊已经早就空方陷阱已经成型了，最后还是一样，可以丢没有出啊。